最近有人拿一台古董测管机给我修，修好后自然拿自己的管子测一下。机器到手研究一下，发现线路很复杂，原理很简单。复杂的地方是它内部完全手工搭棚，那么多的开关、管座，还有电表，里面的电线可真不少。简单的地方就是它的一堆开关，其实就是在切换带测管相对的管座，每一角应该接到什么功能的电路上。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真空管那么多种，对应到每个开关要切到哪段呢？所以在机器下方附了一个滚动图表，拨动右侧的钮，里面的纸会卷动，用以查找所要测的真空管。这样可爱的机构，现代机器应该难以看到了。不过真空管种类太多，滚动图表的资料还是不够，机器另外附有一本资料更多的资料表，可能是原厂 update， 也可能是后人放上去的。这样也好，滚动图表就不太会去动它，就不太会坏，保持原汁原味的样子。要测真空管，首先在机器上的滚动图表或是真空管资料本上找到真空管型号，例如 EL34 管在滚动图表或是真空管资料本上都找不到。原来 EL34 等于 6CA7 就能在真空管资料本上找到了。在 6CA7 这栏里，隔壁第一列写着 F， 这是带测管的评级电压等级 F， 就是这个旋钮转到 F。 接下来这一写着 31H， 是带测管的偏压。机器上就是这个开关跟旋钮，左边拨到 H， 右边转到31。接下来写着 6.3， 这是灯丝电压 6.3 伏。机器上就是这个钮，转到 6.3。接下来写着 33， 这是电表灵敏度调整。机器上就是这个钮，转到 33。再来写着4，这是 GM 读值的倍数。机器上就是这个钮，转到4。接下来一连串数字，最后3个零不看，总共9位数，刚好对应到这9个旋钮。注意看，这9个旋钮转的位置就是资料上的9个数字，2、7、3、4、5、0、6、1、0。在一串数字之后写着1430，这是带测管的合格标准，电表读值若小于1430就算不合格。接下来写着 P1， 代表带测管是5级管。最后写着 X5， 代表着电表读值要乘以5才是真正的 GM 测值。所有旋钮、开关都设定好后，检查 Leakage Test 转到1的位置，打开电源开关。首先按下 Line Check， 旋转 Line Control， 直到指针指到中间红色指标。接下来关机，插上 EL34， 再开机。开机后别忘了等灯丝发热，再按一次 Line Check， 确定指针仍在终点。接下来旋转 Leakage Test， 从1到5。Leakage Test 是用来测试带测管各级间的漏电，在正式量真空管的 GM 值前，先确定管子是好的。最后转到 Tube Test， 按下 GM Test， 电表指针就跳到带测真空管的 GM 值。此处指针位置在最上面，数字约2800微姆欧。但别忘了，真空管资料表上最后有一个 X5， 所以2800微姆欧要乘以5，等于14000微姆欧，等于14毫姆欧，这就是这只真空管的 GM 值。玩这台古董测管机，好像玩纯手动照相机，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才能清楚如何调整。例如这次测的 EL34， 查表查不到时，就必须要知道取代 EL34 的编号 6CA7。 常用的信号管如 ECC83、ECC88 一样查不到，那就要找它的取代型号。ECC83 等于 12AX7， ECC88 等于 6DJ8 或6922。知道取代编号
是玩这侧管机的第一步。还有 ECC83、ECC88 是双三极管，别忘了一支管子要测2次哦。方法是，这3个开关先拨到 K1、P1、G1， 测完再拨到 K2、P2、G2。K 代表阴极， P 代表平极， G 代表山极。1、2代表双三极管的2组三极管。知道锁测管的基本常识，要用测管机就不会太难了。